蒋老师用黑社会比喻生娃，没有加入的呢，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了呢，又不敢道出它的可怕之处。女性担心在生育之后面临家庭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等的情况，教育内卷，生了孩子可能还要买学区房，想到结婚生育并没有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从13年的单独二孩，16年的全面二孩，21年的三孩政策，生育潜力意愿被释放了。生育的女性以35岁以上高学历、高收入的稳定就业的女性为主，人力资本更高，应该是不愿意生的。那为什么这一群人愿意生？我和蒋兰老师从2017年开始合作，访谈了45个家庭。通过这本书，我们想探讨的就是个体和家庭是怎么做出生育抉择的。他们的生育的心不光是表现在政策变迁之下，给出的生育理由也是比较新的。之一就是丈夫愿意参与育儿。被访者有一位，她是考察了丈夫对于她能成为一个好的爸爸有了信心，才考虑生育的。生二孩的理由最集中的2个孩子好作伴，减少未来养老赡养父母这个压力。比较新的社会现象，母亲的原生家庭来抚养为主，跟独生子女政策关系还是最强的。我们的受访者严文婷征得了母亲的同意，母亲她愿意帮忙带她才怀孕的。考虑到原生家庭的经济支持、时间上的投入，只是减轻了女性的育儿方面的压力，但改变女性的困境比较难说。一根棒棒糖，1块。家庭可能是权力斗争最频繁也是最隐蔽的场所。我觉得是沈老师比较要强一些。你不要就是我，比如说我文章发多了，他就会叫我你休息休息啊，就是不要超过他。我们都是同一年评上副教授的，他发展的太好，我如果还是停滞不前，我觉得我会心里不平衡。职场发展的怎么样，肯定会影响家里的那种权力关系嘛。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在 claim， 就是承认对方为这个家庭，尤其是为了育儿所付出了什么。真的吗？那你没有怎么承认啊，整天说我做的少。这就是一种斗争啊。一位是女性主义者，觉得孩子跟自己姓，这样才公平，要打破这样的常规。孩子随父姓是父权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争取惯性权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女方的家庭在经济和育儿支出上都是有非常明显的付出。受访者宋玉涵和丈夫在婚后是住在娘家的，丈夫工作还是由老丈人介绍的，每个月给了公婆3000元补贴。夫家呢，还是对二孩随女方姓这个事情不太情愿。关于全职爸爸的讨论是变多的，倒没有怎么改变女性的困境。有母亲也是为了维护丈夫的自尊心，就跟孩子说，爸爸还是一家之主。女性既要在外面赚钱，又要规划孩子的教育，还要照顾丈夫的自尊心。皱什么眉头呀？高学历、非常体面的女性，性别平等的意识并没有那么强。受访者中有4位呢是主动表示二孩是意外怀孕，男方通常是性行为当中主导的一方，女方没有意识或者没有能力来贯彻安全的性行为。大多数被访者对丈夫已经没有这个期待了，期待就是赚钱，能带孩子玩已经挺不错了。你一说认知劳动这回事，我就会说你做的很多东西是认知过劳，是吧？一买就买3件，结果要退掉2件，一根跳绳要买3根。他买孩子的衣服，他就会比如说淘宝上搜出来哪个第一件，他就去买。
我们家庭的一个总的目标是以家庭的每个成员的茁壮成长为主。家庭是最小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要考虑比如个人休闲时间有没有增加、生活满意度等，而不是说以孩子为中心，牺牲我们的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爱是去中心化的。